不管是刚入坑的新手，还是养了几年的老手，90%以上的人都犯过这个错，甚至到现在还觉得莫名其妙，为什么我的花明明浇水也没多，光照也给了，怎么养着养着叶子就开始发黑发黄，最后整株烂掉？其实凶手就是你手里那个喷壶。我们要知道，并不是所有的植物都喜欢这一套，尤其是现在大家基本都是在室内阳台或者封闭环境下养花，通风条件本来就没有大自然那么好，水喷上去容易，干下来难。有些特定的植物叶片结构特殊，或者是生长习性使然，你这一喷水，那就是给病菌开了大门，直接送他们归西。今天我们就来把这些绝对不能喷水的植物一个个点名揪出来。你要是家里有这些花，赶紧把喷壶收起来，别再让你的爱心变成植物的催命符。首先我们要讲的第一类绝对不能喷水的植物，就是那些叶子上长满细毛的家伙。这一类植物在花市里非常常见，因为长得毛茸茸的特别可爱，很多人一看就走不动道。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大岩桐和非洲锦，这两种花在台湾的家庭园艺里非常普遍，因为花开得漂亮，颜色又多，放在室内只要光线明亮就能长得很好。但是它们的叶片上密密麻麻全是绒毛，这些绒毛在原产地其实是为了保护叶片，减少水分蒸发，甚至是可以阻挡一些虫害的。可是到了我们家里，这些绒毛就变成了吸水的海绵。你拿着喷壶对着它一顿喷，水珠落下去之后，不会像在光滑的叶片上那样直接滑落，而是被这些绒毛死死地抓住，悬浮在绒毛和叶面之间。这就好比你穿了一件毛衣掉进了水里，那个水是很难干透的。室内的通风环境通常比较差，这些滞留在绒毛里的水珠，短时间内根本挥发不掉。水珠长时间停留在叶面上，会阻碍叶片的呼吸作用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潮湿的环境是真菌和细菌的温床。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，那些经常被喷水的非洲锦，叶子上会出现褐色的斑点，一开始可能只是一个小点，没几天就会扩散成一大片，那是叶片腐烂的开始。这种烂是从叶肉细胞开始坏死的，而且一旦感染了软腐病，那个蔓延速度非常快，基本上一片叶子烂了，连带着叶柄，最后直接烂到茎部，整棵花就塌了。除了非洲锦和大岩桐，多肉植物里面也有很多长毛的品种，比如大家非常喜欢的熊童子。熊童子那一个个像小熊掌一样的叶片，上面覆盖着白色的短绒毛，再加上叶间那个红红的指甲盖，确实萌化了很多人。但是熊童子是出了名的难伺候，尤其是在夏天，大家都知道它怕热，但是比怕热更要命的是怕湿。如果你对着熊童子喷水，水珠卡在绒毛里，再加上太阳一晒或者温度一高，那个水珠瞬间就变成了放大镜，聚光发热，直接把叶片灼伤。更严重的是，水分闷在绒毛里散不出去，叶片马上就会发软掉落。很多人的熊童子养着养着，轻轻一碰叶子就掉光了，变成了光杆司令，最后连杆子都黑了。很大原因就是因为你手痒给叶子喷了水。还有一种长毛的植物，大家可能比较容易忽略，那就是天竺葵。虽然天竺葵的叶子看起来好像比较粗糙，但是你摸一下或者是逆着光看，上面也是有一层细细的绒毛的。天竺葵本身就非常怕湿热，它的叶片如果积水，很容易得灰霉病。你会发现叶子上开始长灰色的毛，然后慢慢变烂，那种味道还特别难闻。所以对于这一类叶片带毛的植物，我们在浇水的时候一定要管住手，绝对不能当头淋水，更不能用喷壶喷雾。正确的做法是使用长嘴的浇水壶，小心翼翼地沿着花盆边缘，把水直接浇到土里，尽量不要让水溅到叶子上。如果实在不小心把水弄到叶心或者叶片上了，要赶紧用餐巾纸或者棉签把水吸干，或者用吹气球把水吹掉，千万别让水过夜。讲完了长毛的，我们再来讲讲第二类绝对不能喷水的植物，那就是叶片上带粉的。这一类在多肉植物里占了半壁江山，比如我们熟悉的拟石莲花属的很多品种，像是什么蓝鸟、雪莲、广寒宫，还有大家很喜欢的桃蛋。这些植物的叶片表面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粉，
这层白粉可不是灰尘，你千万别想着帮它洗干净。这层粉是植物自己分泌出来的保护层，就像是人涂的防晒霜一样。它有2个非常重要的作用，第一是防晒，反射强烈的阳光，避免叶片被晒伤。第二是防水，让雨水落在叶子上的时候形成水珠滚落，不至于积水。积水如果停留在叶心，对于带粉的多肉来说也是致命的。虽然粉能防水，但是如果水太多，长时间积在叶片根部或者连座状的中心，就会导致烂心。这种烂心往往是隐蔽的，你从外面看叶子还是好好的，但是中心生长点已经黑腐了，等发现的时候，轻轻一拔，里面的杏子都已经烂透了。所以养带粉的多肉不仅不能喷水，甚至在浇水的时候都要格外小心。如果不小心把水浇到了叶子上，破坏了粉层，那真的就是毁容，不仅颜值大跌，植物的抵抗力也会直线下降。有些人甚至因为强迫症，看到粉不均匀还用手去抹，这都是绝对禁止的。第3类不能喷水的植物是那些叶片结构容易积水的植物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积水烂心类。最典型的就是君子兰和蝴蝶兰。君子兰的叶子是对生的，一片叠着一片，中间形成了一个很深的槽。如果你拿着喷壶对着喷，或者是浇水的时候当头淋，水顺着叶片流下去，全部汇集到了叶心的基部。这个位置通风非常差，水分蒸发极慢。一旦积水，如果不及时处理，很快就会导致假鳞茎腐烂。这种腐烂一旦发生，往往就是毁灭性的。你会发现叶子轻轻一拉就掉了，而且是从根部断掉，断口处黏黏糊糊的，还伴随着一股恶臭味。君子兰可是出了名的肉质根，怕涝，叶心更是它的死穴。多少人的君子兰就是因为洗澡洗死的。蝴蝶兰也是一样，虽然它喜欢高湿度的环境，但是这个高湿度指的是空气湿度，而不是叶面湿度。蝴蝶兰的新叶子是从中间长出来的，那个位置如果积水，在室内不通风的情况下，一夜之间就能烂给你看。很多人误解了洗湿这个概念，觉得洗湿就是多喷水，这是完全2个概念。增加空气湿度，我们可以通过在花盆周围喷雾，或者使用加湿器，甚至是把花盆架在一个装水的托盘上。唯独不能做的就是直接对着叶心喷水。还有一种植物就是仙客来。仙客来的花和叶子都长得非常密集，从球根顶部挤出来。它的叶子也是毛茸茸的，而且叶柄很长，如果喷水，水流顺着叶柄流到下面的球根顶部，那里是很多芽点的生长处，非常容易引起灰霉病和软腐病。仙客来本身就是球根花卉，球根一旦沾水腐烂，整盆花就彻底没救了。特别是在花期的时候，如果你把水喷到了花瓣上，花瓣会迅速出现斑点，然后凋谢腐烂，本来能开2-3个月的花，可能1个礼拜就全给你看来败光了。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反驳说，那大自然里的植物不也是天天淋雨吗？为什么它们没事，我喷2下水就不行？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核心问题，环境差异。大自然的环境和我们家里的环境有着天壤之别。首先是通风，户外的风是四面八方吹的，空气流通速度非常快，雨停了之后，风一吹，叶子上的水很快就干了。而我们家里，尤其是封闭阳台或者是室内客厅，那个空气流动基本上是静止的，或者非常微弱。水珠在叶片上停留的时间是以小时甚至以天来计算的，这完全超过了植物的承受极限。其次是光照和温度。户外的植物经过长期的风吹日晒，它们的皮实程度也就是抗性，远比我们温室大棚里养出来或者是家里娇生惯养的花草要强得多。家养的盆栽叶片的角质层通常比较薄，抵抗病菌的能力也比较弱。再加上室内环境如果不通风，湿度一大，真菌繁殖的速度是非常惊人的。你喷的那点水正好给真菌提供了最完美的繁殖条件。当你把水喷到盛开的花朵上时，水珠积压在花瓣上，首先增加的是重量。对于像月季、牡丹、芍药这种大花头的植物，花梗本身支撑那么大一朵花就很吃力了，你再给它加负重，结果就是垂头。一旦垂头，观赏价值大打折扣不说，还容易折断。
更要命的是，积水会导致花瓣变色。你会发现原本颜色纯正的花瓣上出现了一个个难看的水渍斑，如果是白色的花，这种斑点会变成褐色，看起来就像是生锈了一样。这是因为水珠里的杂质或者是水珠长时间停留导致的局部细胞坏死。最可怕的是霉菌感染。花朵内部通常包含了花蕊，那里营养丰富，一旦有了水，再加上适宜的温度，灰霉病就像是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，迅速席卷而来。你可能头天晚上喷了水，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，花瓣边缘已经开始发烂长毛，整个花朵迅速凋谢。这就是著名的灰霉病，它最喜欢高湿不通风的环境。本来能开1个星期的花，被你这一喷，2天就报销了。而且这种病菌还会传染，一朵花烂了，孢子随着空气飘散，旁边的花骨朵也跟着遭殃。所以一定要记住，赏花就老老实实赏花，手千万别欠，任何花朵盛开的时候，都要保持花瓣干燥，这才是延长花期的不二法门。除了花朵，还有一个大家容易忽视的隐形杀手，那就是阳光下的凸透镜效应。我们都知道凸透镜能聚光点火，植物叶片上的水珠在太阳光下就是一个个天然的凸透镜。很多花友习惯早上上班前给花喷个水，觉得这样能帮植物降温，应对一整天的暴晒。结果中午太阳一出来，光线穿过水珠，焦点正好落在叶面上，那个高温瞬间就能把叶肉细胞灼伤，留下一个个圆形的晒斑。这种晒斑是永久性的损伤，好不了。尤其是一些叶片比较薄的观叶植物，比如竹芋、海芋，或者是一些深色叶片的植物，吸热本来就快，再加上水珠聚光，简直就是给叶片做激光手术。到了晚上你回来一看，叶子上全是麻子点，还以为是得了什么怪病，其实就是你自己喷水喷出来的烧伤。虽然现在有科学研究说这种效应在某些条件下不明显，但在我们实际家庭养护中，尤其是在夏天中午或者光照强烈的时候，这种风险是实实在在存在的。接下来我们要把目光转向一个特殊的群体，那就是空气凤梨。这玩意儿前几年特别火，号称是懒人植物，不需要土，靠空气就能活。商家的宣传语里永远都有一句，每天喷喷水就能长得很好。这句话不知道坑死了多少人。空气凤梨确实是靠叶片上的鳞片来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和养分，但是单纯靠喷雾根本满足不了它的水分需求。你每天拿着喷壶喷2下，叶子表面是湿了，但是植物内部根本没喝到水，长期下来就是缺水干瘪。更严重的是，喷雾很容易顺着叶片流到叶心。空气凤梨的叶心非常深，而且它又是那种紧凑型的结构，水分进去了就很难出来。加上很多人是把空气凤梨放在室内养，通风一般，水在芯子里一闷，没几天就烂心了。一旦烂心，轻轻一扯叶子就散架，直接宣告死亡。真正养好空气凤梨的方法，根本不是喷水，而是泡澡。在台湾这种气候下，夏天大概2-3天，冬天大概1周，把它整个扔进水里泡个10几20分钟，让它吸饱水，然后拿出来。关键动作来了，一定要倒着甩，像甩温度计一样，把叶心里的积水全部甩干，然后倒挂在通风的地方晾干。这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。喷水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手段，而且喷完必须保证通风，否则就是烂心没商量。还有一类植物，大家觉得它长在雨林里，肯定喜欢喷水，那就是鹿角蕨。鹿角蕨现在在台湾的咖啡店、文创店里随处可见，非常有格调。它有2种叶子，一种是像鹿角一样的孢子叶，一种是包在根部的营养叶，也叫脸。很多人觉得它需要高湿度，就天天对着那个脸喷水，这绝对是大忌。那个营养液层层叠叠包在一起，作用是收集落叶和雨水转化为养分，但是它也非常容易积水。如果你总是对着脸喷水，水分积在里面，会导致根部无法呼吸，直接烂根。尤其是当营养液变褐色枯老之后，它就像海绵一样吸水，很难干透。正确的浇水方法是把整个板子拿去泡水，或者从背后浇水，尽量避开营养液的中心积水，
对于鹿角蕨来说，通风的重要性远大于空气湿度。只要根系健康，环境通风，哪怕空气干一点，它顶多就是夜间枯一点，不会死。但是，一旦积水烂根，那就是神仙难救。讲了这么多不能喷水的情况，很多花友可能会感到焦虑。那我怎么知道我的花是不是缺水了？如果不喷水，怎么清洁叶片？怎么增加湿度？其实养花要学会做减法，我们总是做的太多，而观察的太少。首先，关于清洁，叶片上有灰尘确实会堵塞气孔，影响光合作用。但是清洁不等于喷水。对于大叶子的植物，像琴叶榕、龟背竹、橡皮树，准备一块柔软的湿布，定期擦拭叶片。这不仅仅是清洁，更是一个检查植物健康状况的好机会。你在擦叶子的时候，可以顺便看看叶子背面有没有红蜘蛛，有没有介壳虫，有没有生病的迹象。这种亲密接触比你远远的喷一壶水要有效得多。对于那些叶子细碎不好擦的植物，比如文竹、波司顿蕨，你可以把它们搬到浴室，用花洒模拟下雨，给它们痛痛快快洗个澡。但是洗完之后，一定要放在通风非常好的地方，或者用风扇吹干叶面水分，千万不能带着水珠直接晒太阳，或者闷在不通风的角落。其次，关于增加湿度，前面我也提到了，物理增湿法最安全。比如在花盆旁边放一盆水，或者用加湿器。但是在台湾，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环境湿度过高带来的问题。台湾的春天有梅雨季，夏天有台风雨，湿度经常是爆表的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真菌繁殖极其活跃。这时候你不但不能喷水，反而要考虑怎么除湿。很多新手看到叶间干枯，第一反应就是空气太干，要喷水。其实叶间干枯的原因有很多，可能是根系受损，可能是施肥过多造成肥伤，也可能是浇水不当。盲目喷水只会掩盖真正的问题。如果是因为根系不好导致的水分输送受阻，你再怎么喷水，叶子也吸不进去，反而因为叶面长期潮湿，招惹来炭疽病、叶斑病。再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就是喷水和虫害的关系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很多害虫是喜欢潮湿环境的，比如这几年非常泛滥的小黑飞，也就是蕈蚊。它们的幼虫生活在潮湿的土壤表层，吃植物的根系。如果你经常喷水，导致盆土表面一直湿漉漉的，那简直就是小黑飞的乐园。它们会疯狂产卵，怎么杀都杀不完。如果你能管住手，让盆土表面在2次浇水之间保持干燥，小黑飞的繁殖就会受到很大抑制。还有鼻涕虫、蜗牛，这些软体动物也是最喜欢湿润的环境。你晚上喷一顿水，正好给它们铺好了路，它们顺着水迹爬上来啃食嫩叶，第二天早上你只能看到残缺的叶子和满地的粘液。那么有没有什么替代喷水的浇水神技呢？当然有，那就是浸盆法，也叫底吸法。这是一种非常高级且安全的浇水方式，特别适合那些怕水溅到叶心的植物，以及那些土壤容易板结、浇水浇不透的植物。找一个比花盆大的脸盆，里面装上水，水位大概到花盆高度的1/3或者1/2。把花盆放进去，让水通过花盆底部的排水孔慢慢往上吸。你会看到土壤表面慢慢变湿，这说明水已经吸满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根系会主动向下寻找水源，这非常有利于引导根系向下生长，长得又深又壮。而我们平时从上面浇水，很容易导致水只湿了表面，下面还是干的，诱导根系都在表面盘旋，这种根系非常不抗旱，一热就死。浸盆法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完全不经过叶片，彻底杜绝了叶心积水和叶面真菌感染的风险。对于非洲锦、大岩桐、君子兰这些难伺候的主，浸盆法简直就是保命符。当然，浸盆的时间不能太长，看到表土湿润了就要拿出来沥干水分，不能一直泡着，否则根系会缺氧窒息。